肯交出玉令，看在你是灵族的份上，我可以不暴露你的行踪。看来玉令不在你身上。都到这种地方了，玉令一定藏在别的地方了吧？不是说不会帮我，生死自负吗？演戏而已，倒是没必要真死。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演了这么大一出戏，故意将他放走，他真的会去找他的同伙吗？他存了死志，靠逼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如今他知道自己暴露了身份，既出不了城，又治不了伤，只能去找他未暴露的同伙，另寻机会把玉令送出去。你怎么知道他有同伙啊？掌门玉令所在之处是绝密，镜花宫内外又有层层防守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被偷。若不是素宁真贼喊捉贼，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：镜花宫内有人与这蛇灵里应外合。可有怀疑之人？眼下只能看虚月那边能否追上。一定要找机会把玉令带出去。我的伤怕是好不了了，你一定要帮阁主完成大业。这不仅仅是阁主的心愿，更是我们整个灵族的希望。你先撤。你想怎么样？是要把我召到镜花宫，还是剑灵寺？是威逼利诱，还是严刑拷打？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是我无能，蛇灵死了，他的同伙也跑了，只带回了那蛇灵的灵丹。不会啊，至少你替我们证实了他是有同伴的。他们碰面时说了什么？蛇灵让他的同伙将玉令带出去，还提到了什么阁主，说是为了整个灵族。看我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阁主。你们可有听闻过修仙阁？这是人界近些年兴起的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行事诡秘，阁内人员身份莫测，从未有人真正找到过他们的踪迹。可这时间久了，总会有些消息流露出来。听闻若是想加入修仙阁，需烙上特殊印记，宣誓永远效忠。人族会印在体内灵台，而灵族就印在这灵丹之上。修仙阁，这名字听着倒是像与仙盟有仇的，所以修仙阁蛰伏多年，为的就是与暗族联手夺珠。你说这修仙阁会不会与出卖你的仙盟内奸是同一伙人？按那蛇灵所说，他们之所以会做这些事情，也是因为人族与灵族的矛盾。这事情若解决不好，只怕日后也不会太平。眼下先等高修士的消息吧，先寻回玉令，再计划下一步。无论如何，
混沌珠不能出世。怎么回事？叫什么名字？王正。什么鬼？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搜，我来指示。是。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蛇灵呢？搜好了啊，仔细点。是。跑了。跑了？有你在，那蛇灵能跑？我在暗域受了重伤，灵力大损。若不是穆姑娘出手相救，只怕我早已命丧在蛇灵之手。是，刚才可凶险了，多亏有我。哼，早知道你们俩如此，我就不让你们俩查了。眼下确实有一件事情，需要高姑娘去查。什么事？公孙寝，过来，来，这都查了几百号人了，还剩多少个呀？只剩20来个了。啊，好吧。下一个。弟子何群前日无事，早点就睡了，无人证明。我抓到你了！不是我，不是你呢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这是口吃，宫中上下皆可证明。那也无人能证明你前夜的行踪呀。是你前夜陪他睡的？我是他妹妹，前日收到家中书信，说娘亲病重，所以才去找哥哥商讨此事。那昨晚呢？昨晚你们俩干什么了呀？我去厨房偷东西，想寄回家中，不料被发现，罚洗了一夜的碗。那你下去吧。是。也不是。下一个。弟子张云不是。昨夜至今日，不是。非法打扫前庭。下一个。一直到今日。下一个。你管带不？师姐可以证明。公主，谢雪晨那边如何？在地暖阁闹出了些动静，盗玉令的蛇灵已死，但没有找到该找的。让人继续盯着。好。秋民那边呢？少公主召集了宫中所有弟子，正在一个个问询前夜至今日的所在。他这是怀疑宫中有内鬼。是，不过宫中弟子众多，动静着实大了些。是否要我去叫停？不必，就让他查。这镜花宫太久没有清理了，趁此机会扫干净也好。你去告诉秋明，让他挨个房间去搜，看看玉令到底何在。每个房间都要搜吗？这会不会让弟子们心里不舒服？不舒服？我不止搜房间，还要个个搜身。他们敢有什么不舒服吗？自是不敢，我这就去传达。在西，公主，你前夜至今日都在做什么？公主是怀疑我？怎么会？只是随口问问。在西前日研制药物遇到阻滞，夜间去了书阁查阅典籍，直到半夜听见宫中警报响起，方知有灵族盗玉令。赶到时，公主已将其打伤，
灵族已逃窜。昨日至今日，我一直在丹房炼药，半个时辰前才出来，得知少公主的动静。这些，看守书阁和丹房的弟子可以证明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苍生？你来做什么？这里风大，我来给你送点驱寒药。我不应求。哦，那我自己喝。这酒不错啊。以前在暗域的时候，不见天日，虽有花草，但终日浸染在魔气当中，用它们酿出来的酒，也都带着毒。我们呐，常常是毒酒配着解药喝，明知危险，却还是抵不过心头那点欲望，趋之若鹜。现在好了，想怎么喝就怎么喝。听说前面最高的那座楼就是剑灵司，无数灵族的噩梦之地。若是没有剑灵司这种鬼地方，若是镜花城的城主不是素凝真，这里看着倒还挺像个人间仙境的。你今天为什么骗高秋明，说你打不过那蛇灵？我骗的不是他，你骗的是素凝真。不只是素凝真，是整个仙盟。不知内奸是谁，只能先瞒着所有人。只有我示弱，对方才会觉得有机可乘。我们谢少宗主都学会骗人了，这算什么？敬魔者黑。是我带坏你了。不过，若是他们信以为真，真的来杀你怎么办？那便来。原来我们谢少宗主是这么自负的人啊！不过也是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都没有用。有这么多可记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？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哦，颇傲娇。今日初九，公子该喝药了。好，一会儿就喝。映秀山庄退出仙盟已久，公子向来不爱管仙盟那帮人的事，为何这次要主动掺和进来？
是为了谢雪晨，还是为了那位故人？与其说是为了谁，还不如说是为了自己，想图个有趣。我无聊了这么些年，终于出现了有趣的人，又发生了些有趣的事。我也想看看这故事到底发展成什么结局。哎，对了，前夜你送人回镜花宫时，谕令就已经被盗了，是吗？是。那你见到素宁真时，有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？当时镜花宫中正忙着搜查，我也问过苏宁真几句，知道了事情的大概，便走了，未发现什么异常。公子是怀疑苏宁真？我们来这儿探查，明里暗里，也闹出不小的动静。他没有半分阻挠，倒不像是他。我看苏公主的神情，那种恼怒也不似作假。说起异常，好像是有样东西不太对劲。镜花宫的每一个人，我都问询过了，也都核实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而且我都仔细搜了身，查了房，也没有发现谕令。谢雪晨，你是不是猜错了呀？镜花宫根本就没有内奸。你确定镜花宫中每一个人都查了？我确定我每一个人都认认真真的查过了，我连在西长老都查了，除了我师父，我师父总不可能吧？还有一人，你可有查过？还有谁啊？崔婉婉。那夜我送崔婉婉回镜花宫时，曾拜会过苏公主。离去时，在殿外看到一片绿色钩叶。我对草木并不了解，之所以有印象，是因为那钩叶长得颇为奇特，而且周围也并没有见到钩叶树。我是好奇它从何而来，可那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当时并未在意。那又如何？高修是在镜花城中长大，熟悉灵花草木，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，镜花城中不生钩叶，所以它只能是来自城外。钩叶之上多生倒钩，极易粘在人的衣物之上。钩叶未摘下时是绿色，一旦摘下，2个时辰内变为褐色。方才风瑶所说，所见钩叶是绿色，这只能说明当夜有人从城外匆匆入城。就算有这片叶子，说不定是蛇灵落下的。我们查过，蛇灵是在4日前入城的。如果是他，钩叶早已变色，谕令所藏之处防护重重，仅凭的蛇灵根本不可能破开阵法，所以崔婉婉必须回来相助。高修士，你在城外遇袭不是偶然，而是早有预谋。你被暗族附身去了运手山庄，而崔婉婉则趁机潜回城中盗谕令，想要制造不在场证明，摆脱嫌疑。这些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，证据呢？那片叶子呢？都说了，风瑶当时没有在意，所以肯定没有将叶子带回来。再说，就算将叶子带回来，那叶子肯定也变色了，证明不了时间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就在这儿血口喷人。婉婉都已经入镜花宫10年了，这10年里一切都好好的，不可能是他的。你已亲自问询搜查，并且排除了其他所有可能，那么剩下的，即便再难以接受，也是真相。不会是他。如此坚信的理由是什么？不想相信。想相信？如今丢了谕令的是镜花宫，
少公主不想着赶紧寻回谕令，弥补镜花宫之过，反而打算用整个仙盟和人族的安危来赌一份义气，还真是慷他人之慨呀！我们几个在这里忙来忙去，是陪您玩啊。看来穆姑娘对高修士颇有敌意啊。是，我不喜欢他，一直都不喜欢。师姐，你来啦！怎么没开门你就知道是我？因为每次只有你才会那么敲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我刚刚去了一趟仙来客栈，回来的时候特地给你带的。哇，看着好好吃啊！你跟我说过，你小的时候吃了很多苦，长大以后最爱吃的就是甜食。谢谢师姐。对了，谢少城主，他们知道咱们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没说什么吧？啊，他们说之前的调查方向有误，所以他们得再想想。真的很好吃啊。婉婉，你说勾结灵族盗谕令的，真的会是我们身边的人吗？他们有什么想要的，会是镜花宫给不了，非要背叛我们呢？师姐，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世上的人原本就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呀。那你也是吗？你心中也有所求？当然，谁心中都会有自己想要的嘛。像我就不想再吃苦了，我想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也不用多厉害，就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。还有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师姐，我怎么会那么渴？婉婉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可是我不能拿整个镜花宫和人族做赌注。婉婉，还好不是你。你好好睡一觉，睡醒了，一切都会如初的。严四，你立刻将玉灵带回去给阁主。那你呢？我现在还有任务，必须潜伏在这儿，不能暴露。待会我假装从城外回来，他们不会怀疑我。你快走，自己小心。什么人？竟敢来镜花宫盗谕令！
领祖。公主，封锁全城，许进不许出。全城戒严排查领祖，守住所有药铺，获悉药物一律不得出售。是。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找。是。可是金华宫崔婉婉姑娘。姑娘莫怕，我等是受高修士之托前来相助的。我看你手受伤了，这里离金华城不远，不如我先送你回城医治。多谢。人死，计划一起，大业将成。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少公主，谢少城主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不会是来找那片叶子的吧？我已经仔细搜过了，没有。还有婉婉所住房间，我也搜查过了，没有玉灵。你们别再怀疑她了。我们此次前来，是来拜见苏公主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别在我师父那儿瞎说。师父他多疑，你们别害了婉婉。高修士多虑了。我们此次抓捕蛇灵，已然暴露了行踪，想在暗中查探已是不行。既如此，也不必藏了。我和虚月入城已经有些时间了，作为晚辈，也该来拜见苏公主才是。那你那个牙尖嘴利的表妹呢？还有那个女护卫呢？哦，他们在客栈护阵。护阵？护什么阵？蛇灵虽然已经自尽，可凤瑶留下了她的灵丹，在下便冥思苦想，突然想到古籍中记载一种阵法，叫宿网，2个时辰便可起阵，到时把灵丹放到阵法当中，便可知道蛇灵生前的记忆。我们很快便可查出镜花宫的内奸是谁，他背后的人是谁，还有他们的计划，我们都可以知道得清清楚楚。高修士似乎不太高兴，你是担心阵法无效，还是怕真的查到谁？查到是谁就是谁，绝不姑息。出来吧。来都来了，何必蒙面呢？不如坦诚一些，以真面目示人，如何？你就算毁了这个阵法也没有用，只要蛇灵的灵丹还在，我们就可以重启第2个、第3个，别白费力气。我说你们啊，还真就是在外面看戏，一点忙都不帮，是吧？陷阱本就设在灵丹之上，自然要让他抢到灵丹才行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？我说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的身世吧，但那不是真的。你想听真的吗？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就把我卖给了做采生蛇割勾当的人贩子。你知道什么是采生蛇割吗？你知道那有多残忍吗？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的亲生父母知道。可他们还是把我给卖了，就为了换那几个铜钱，然后继续去赌。他们明明已经欠了那么多债，为什么仍然贪心不死，还想着一朝翻盘，从此大富大贵？不过好在，路过的2个侯灵将我救下，带回了他们的群居之所，将我养大。他们对我有恩，我也把他们当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但有一天，几个受伤的人族修士路过此地，侯灵纯善，便将他们收留，还辛辛苦苦为他们寻找灵药，给他们疗伤。但就在那天夜里，他们布下了诛灵阵，将所有的侯灵全部杀光，只是为了获取他们的灵丹回去领赏。师姐，你从小养尊处优，所有人都捧着你，让着你，你见过真正的人性吗？你知道人性有多卑劣，多经不起考验吗？真正的恶魔不在暗域，在人间。既然这个世界没有给灵族活路，那我就为他们寻一条新的路出来。你说寻一条新的路，就是跟暗域合作，让暗族毁了人族吗？有何不可？可你也是人呐！如果可以，我不愿为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你了，这么明显的陷阱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面跳？你应该很明白啊，就像你想相信我，但是你又不敢以净化宫和人族做赌注。我也一样，我也有比命更重要的东西要守护。严四可以死，我也可以死，但我们的计划不能暴露，我们的大业必须进行下去。所幸，这只是个陷阱。那位九仙阁主到底是何人？能让你们如此死心塌地？看样子，他是不打算招供了。婉婉，虽然你骗了我，但有一样是真的：这么多年，净化宫这么多世界师妹，只有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想你死。只要你把玉灵交出来，告诉我幕后之人，我现在就去求师父留你一命，好不好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当然愿意相信你了。你回头吧，你想要救灵族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玉灵给你。别动！师姐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婉婉，你疯了！走。高俊明，你真是一个傻子。这些年来，你以为大家对你的恭敬，是因为喜欢你、敬重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的身份罢了。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也很讨厌你。
还有那个素宁真，他处处控制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。像你这样的人还想着帮我，你不止天真，还很愚蠢。你说够了吗？说够了。所以我们以后各走各路吧。普普通通当个修士，普普通通的过日子，一直陪在师姐身边，看着师姐成为最厉害的人族女修，看师姐站上人族之巅。他该死。搜。没关系，你不敢做的，师父替你做。怎么了？似乎太顺利了。顺利还不好。谢少城主，此次多谢几位出手相助，此情镜花宫定会铭记。公主客气。也诚邀几位今夜做客镜花宫，好让我一尽地主之谊。谢少城主可莫要推辞。既是公主邀请，自当赴宴。如此甚好，我这便回宫安排。你确定你们是仙盟？这素宁真瞧着，怎么比桑琪还阴冷啊？别乱说话。你怎么瞧着心情不太好？是因为崔婉婉的话？我原以为你只站在人族那边，没想到你也同情灵族啊。那你当时为什么非拦着我杀高秋明？我观对错，无关族类。高秋明错不至死，你要杀他，我自然要拦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更占理的话，你也会站我这边了？你除外。凭什么？你站的理，大多都是歪理。歪理怎么了？歪理也是理啊。此次铲除内奸，寻回玉令，多谢几位相助，我敬几位一杯。我不饮酒，以茶相待。也好，请，请。此番谢少城主在暗域遇险，镜花宫后知后觉，未能及时相救，反倒要你带伤来助，实在惭愧。苏公主言重了。只不过谢少城主与南庄主今日午后来见，为何不先告诉我？所谓的速往镇，只是你们的诱敌之计。难不成二位是信不过我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镜花宫人多眼杂，既是诱敌，自然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是布好局之后，才告知少公主的。师父，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灵族都是。好了，今日宴请就不聊那些不开心的了。镜花宫中有自酿的酒，以稀有的灵花为饮。除了谢少城主外，几位正好尝尝。
我已命人去取，一会儿便会送来。请。你在干什么？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。谢晨，在西长老，别碰它，会传人。 传说中的暗玉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暗玉邪骨，师傅，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 摄魂骨，传说中的暗玉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师傅，师傅！雪晨，快走，快走！公主怎么会突然中蛊？也许她早就中蛊了，只是因为她修为高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作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骨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 这里是净华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，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，公子。 你想干什么？你又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骨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 停下！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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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师傅，现在才是够了。 穆雪梨，师傅，穆雪梨，
如何？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什么意思？照脉象来看，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的魔气易散。属实是伤上加伤。怎么了？她灵窍破损。是，他跟我说过。灵窍破损，也就说明他无法像寻常灵族一样修炼灵力，也无法结出灵丹，只能引魔气入体，修习魔功。可不论是魔气易散，还是魔气入体，对于一个灵族来说，都是生不如死的畸形。你精通医术，可有什么办法能助他恢复？许愿。我对魔功也不大了解，只能先去净华宫药库看看有没有他可用的药。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魔气易散。小心！属实是伤上加伤。东阳，你知道怕是种什么感觉吗？怕？嗯。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我方才好像就怕他就那样死了。我不确定的是不是怕，我只知道我不想他死。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为何这么在意这位故人？说不真切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仿佛一切都本应该如此。你说，他会是我要找的梦中人吗？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可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清那梦中之地，那种感觉很相似。穆玄灵，会是他吗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再多花些时间，去看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。玄灵。师父，过来，该练功了。想要力量吗？想要复仇吗？感受魔气。将它纳入体内，不要排斥它。记住，魔气是力量的源泉。人会背叛，感情会背叛，你能依靠的只有力量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的修行这么痛苦？
因为我们生来有罪。穆雪玲，疼，穆雪玲，有这么多可气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带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。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，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域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作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界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，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
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学真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隐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隐的魔丹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请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因你放若桃花千朵，你经过山长水阔，人谈笑自若，只因倾向我，只因勿扰，无气，无念，冷静，忘记。谢雪晨，你干嘛呢？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蛊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净化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南庄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噬魂蛊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大家都会染上？啊，是古籍中记载的一种邪法。施蛊者需取暗玉邪蛊，以自身鲜血喂养，待养成之后，将其磨碎，涂在器物之上。接触过此器物的人，在施蛊者死后便会成为他的傀儡，会忘记一切，只会记得完成施蛊者的遗志，且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什么器物这么隐蔽，连我师父都发现不了？没发现未必是藏得隐蔽，也有可能是露得很明显。
明显到让人不会去怀疑。什么意思？是崔婉婉。她知道苏网镇可能是个局，她便以自身性命为赌注前去破坏，且留了后手。她在谕令上下了摄魂蛊，若她赌赢了，便可以破坏阵法，毁掉灵丹，守住她身后的秘密；若她赌输了，她会死，但也会启动摄魂蛊。这样，自然会有人替她来杀谢雪晨。可他想要的是毁了人族，保护灵族，为何要杀谢雪晨？怀璧其罪。雪晨身怀玉阙宫，乃人族至强，也是仙盟未来的倚仗。想毁人族，当然要先毁了人族的希望。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连自己的死都可以利用，这得有多狠？二位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告辞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是寻得一法，或可缓解穆姑娘身上的疼痛。走吧，去给她试试。不用去了，他已经好了。好了？也许是他修为比较深厚吧，反正他已经睡了，还是别去比较好。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太擅长说谎。骗你干嘛？他真睡了。我说的不是穆姑娘。曾经谦卑不醉的谢少城主，如今竟说的一句不饮酒。你这谎说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谢雪晨啊，谢雪晨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竟然还敢下蛊！好个崔婉婉，就这么让她死了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早知她如此阴毒，就该将她碎尸万段。师父，崔婉婉已经死了，净华宫之乱也已经平息，你没必要因为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师父只是气旁人，你不必害怕。但是秋明啊，经此一事，你更该看清楚，在这世上，能相信的人和事少之又少，你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无弱点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昨夜之事，我虽记不太清，但也有片刻印象。谢雪晨的灵力尚未恢复，傀儡之乱闹得那么凶，仅凭你们5人，就能平息整场乱局。谢雪晨虽然灵力还没有恢复，但他观察入微，找到了傀儡的破绽。再加上南虚月的法阵是天下一绝，他2人配合，自然是能破除邪蛊的。
此番成了雍雪城和玉秀山庄的情，不知何时要相还。这种不定之事，真是令人难安啊。仙盟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定是不会刻意讨这些人情的。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你当真如此以为？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！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啊！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晨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苏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等等我！喂！苏公主，沁花宫之事已平息，雍雪城另有要事，特来向公主辞行。既有要事，我便不多留几位了。只是少城主的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派沁花宫的弟子相随护送。云秀山庄会相助谢少城主，公主可以放心。况且沁花宫刚经历一战，需休养生息才是，不劳烦公主了。秋明，替我送送几位。是。告辞。各位，请。高修士送到这里便可。穆玄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谢雪晨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将你的事情告诉我师傅的。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做人啊，这可有点难度。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了！我要是再看到你作恶，我就把你抓到剑灵司去。多谢少公主宽容。那作为回报呢，我也不会把你错抓秀宝鼠
强抢小孩子宝物，还打不过我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就不能小声点？你怎么这怎样？哦，我看既然二位有意谈和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是啊。那也不该在此时此地吵吵闹闹的。有要事在身，莫要纠缠。慢走不送。你对高秋明的敌意，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与他有旧怨？你这么健忘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记得。我健忘吗？嗯。阿宝，这件怎么样？珠海金石的宝器不对，没有300年，最多只有70年。才70年啊！你看嘛，这成色瞧着颇为古老了。阿宝，你要不再仔细修修？行了，阿宝可是秀宝鼠，对宝器最是敏感，修个年份怎么可能有错？阿宝，你先休息休息，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我们。阿宝，你要不先吃点点心吧？好。姐姐，阿宝，才3日没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早知道啊，就该带你去见见高秋明。那还是不必了。谢哥哥，男庄主，菲儿姐姐，庄主，布阵材料准备如何？材料皆已备好，正在炼化之中，午后便能完成。午后？那看来，你还要再等上半日啊。不如先回房休息，待你养足精神，材料也就炼化好了。许月，费心了，快去歇会儿吧。回了雍雪城，危机四伏，回去之后可有你忙的。谢雪晨，何事？我就说你健忘吧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呢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，好不好？穆玄灵，有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吗？别动。你不是想听我的真心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向来真真假假，看不真切？谢雪晨，我并非生来如此，我也有过很真诚、很真诚待人的时候。你相信吗？可是，在暗域，光靠真诚善良是活不下去的。暗域没有怜悯，只尊强者。我只有一路厮杀，全副伪装，才能活下来。活下来，才能去见我想见的人，还我该还的恩。我现在很认真地回答你，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，
愿意带我走吗？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好，不许再用魔功。好。更不许纠缠我。好，这个有点为难。好吧，我会努力克制的。嗯。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哥哥了吗？为什么跑来偷听？姐姐，蜀瑞嘛，你真的以后不再纠缠哥哥了？那显然是不能啊。那你又骗人！我哪儿骗人了？我说我努力克制嘛，但能不能克制得住就不好说了。哥哥遇上你，迟早会被带坏了。我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子不打算将故人留下吗？他也做了决定，留不下的。不论是从前，还是现在，都留不下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父亲，方才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一个小灵奴。高盟主不愿接受混沌珠，其实恢复不了石窍也无妨，我还能做很多事，比如我可以为我们玉秀山庄做防御。你在说无妨？你知不知道，天生石窍，何等的实力，何等的荣耀！云秀山庄衰微，为父多么希望你能够重振山庄，可你看看你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废人，怎么敢跟我说无妨？哼！高风雪不会借混沌珠，走吧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带走刚刚那个小灵奴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毁了三窍，你就是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凭什么去和仙盟盟主提要人？你，哎！那年午后匆匆一面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个最普通的过客罢了。从前带不走，如今留不下，不在恰当的时机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那公子打算止步于此？止步？
我还未曾探清他是否是我那梦中之人。他不留下，我便陪他一起走，又如何？